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周深被拖拽 vs 白鹿遭恶剪，综艺安全为何双标？一个喊救命，一个被剪成笑话，综艺的伤人方式为何男女有别？2025年初夏，一档老牌综艺《奔跑吧》再度登上热搜，却不是因其创新玩法或感人桥段，而是两位嘉宾的受难。歌手周深在游戏中被篮球运动员郭艾伦强行拖拽11秒致耳部充血，而演员白鹿则在谜谈环节因表情真实被节目组恶剪成表情包女王。两起事件如同明暗两面，一边是肉体上的创伤，一边是精神上的消费，表面风光下却暴露出当下综艺节目中最赤裸的双标，现实生理伤害被轻描淡写，精神伤害却被无限放大。我需要命！周深事件背后的物理伤害失手，救命！我需要命！这是周深在节目现场发出的呼喊。当时他被郭艾伦扯起衣领，像拎麻袋一样在地上拖行长达11秒，直到重重落地为止。对观众来说，这可能是一段看起来搞笑的画面，但对身高161厘米、体重仅90斤的周深来说，这不仅是一场游戏，更是一次无法预警的身体冒险。而节目组在当下并未第一时间叫停，甚至在后期剪辑中刻意抹掉他脖颈上的勒痕，保留的却是嘉宾的哄笑声与现场观众的喝彩。这种操作不仅是对艺人身体的漠视，更是对观众智商的侮辱。在网络曝光后，有医生指出，脖颈被强力拖拽极有可能造成气管挫伤、神经压迫，甚至脑供血异常。而事件发生第二天，周深经纪人低调透露他耳部有充血现象，目前正在治疗观察。对比韩国 Running Man 类似的对抗游戏中，体重超标的金钟国需要佩戴护腰，女艺人出战时还设置专属安全员和缓冲道具。而中国的热门综艺呢，仍沉溺于真摔才真实、真痛才好笑的原始思维。有卫视内部人士坦言，明星轻微受伤反而可以提升收视率0.3%，算是划算的意外。言语之间，肉体疼痛已被量化成收视率的筹码。表情包女王白鹿遭恶剪的精神困局，与周深的身体痛苦相比，白鹿的遭遇则属于另一种隐形伤害形象操控与精神消费。在奔跑吧的泥潭环节中，白鹿因突然被泼泥浆而做出皱眉、张嘴、眨眼等真实反应，节目组后期非但没有尊重她的自然反应，反而截取她的夸张表情，配上夸张 BGM 与慢动作重复，最终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表情包，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。仅在 B 站与抖音平台标签白鹿表情包下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 1.3亿次。评论区一片调侃，有人说又贡献了年度表情，也有人笑称她是最敬业的泥潭女主角，但背后是艺人形象管理团队的焦头烂额。据白鹿工作人员透露，我们收到了6封来自品牌方的邮件，质疑她形象与代言定位不符。恶剪片段造成的影响已超出节目组的娱乐初衷，转而变成了艺人商业价值的隐形杀手。与她相似的还有宋雨琦、赵露思等年轻女星，常因搞笑剪辑被塑造成综艺咖而非实力派。某娱乐营销总监评价，观众喜欢看明星出丑，节目组便迎合这种欲望去制造笑点。但广告主和品牌方追求的是精致人设与无懈可击的形象，一边在泥潭打滚，一边代言奢侈品牌，这本就是伪命题。在这种撕裂的逻辑中，女明星往往更容易被包装成笑料，因为她们的哭、笑、惊讶、错愕都是被流量算法捕捉的原料。流量双标的背后是残酷的综艺算法。为何节目组对男女艺人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伤害模式？
根源并不复杂，而是建立在受众心理差异之上的精细化流量策划。男明星更容易成为受虐者，观众对男性体力游戏有更高容忍度。周深被拖拽，张艺兴被击打，李晨手臂摔伤，这些画面总是伴随着笑声与惊叹。女明星更常沦为笑柄，不管是表情包、摔倒瞬间、裙子走光，还是语无伦次的发言，都容易被后期剪辑成搞笑集锦。2025娱乐产业数据报告指出，男性嘉宾受创片段平均带来 1.8 倍转评赞增长，女性嘉宾被嘲段落则拥有更高的2次创作率与表情包传播潜力。这就是综艺残酷算法的本质，生理疼痛要隐蔽处理，精神羞辱则尽量放大。甚至还有制片人在采访中说，每一期节目我们都要设计出个社交爆点，艺人的崩溃、出糗、失态恰好是最容易被共鸣传播的场面。网友怒火，我们不是来看决斗场的。面对两起事件，大量网友发声，周深都被拖成那样了，节目组居然还笑得出来。白鹿是演员，不是小丑，能不能放过他？一边说保护艺人，一边剪他出丑，是不是双标？更有粉丝自发起请给歌手尊严、奔跑吧请道歉等微博话题，累计阅读量超过2亿次。节目赞助商每日 C 官微被灌入 2.4万条抗议评论，不得不关闭评论功能并转发致歉声明。这一次，观众不再沉默，曾经对明星出丑的围观，如今被真实的痛苦刺醒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场游戏，而是隐形斗兽场。真正的高级综艺应当尊重人与真实。回顾奔跑吧的初衷，它本应是一档集体运动与情感交流的轻综艺，而非将嘉宾当成人形工具的流量机器。当综艺不再设计保护机制，反而利用明星的脆弱与狼狈来博笑点，它便开始从娱乐走向掠夺。我们不能奢望艺人永远不摔倒、不出糗，但我们可以要求节目组提供更人性的设计，更尊重艺人的剪辑，更真实善意的表达。也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我喜欢看明星参与综艺，是因为他们真实、有趣、亲民，不是因为他们在泥潭中崩溃，在被拖拽中呐喊。结语：笑声背后，你是否也在助推伤害经济？娱乐圈不该是古罗马的现代翻版，更不该以他人的痛苦作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关注度。下一次你看到明星出丑镜头时，不妨慢一拍思考，这个笑容是源自他们的努力搞笑，还是节目的故意剪辑？这个痛苦是轻松游戏的偶然，还是系统性的制造？真正高级的综艺永远不靠打击谁来提升内容，而是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在被尊重中绽放魅力，在真实中发出光芒。